我问你一个问题，一家被无数人嘲笑、被叫做消费降级的公司，怎么就在短短几年内市值一度超过了阿里巴巴？拼多多可能是中国互联网历史上最被误解的公司。很多人觉得拼多多赢在便宜，但真相远不是这么简单。它的崛起其实撕开了一个我们大多数人不愿意面对的现实。我们以为的中国消费水平和真实的中国消费水平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今天这条视频我会告诉你3个核心真相。第一，中国消费市场的真实分层到底是什么样的？第二，所谓5环外的10亿人，他们的生活和消费习惯和你想的有什么不同？第三，拼多多到底用了什么策略让淘宝措手不及？看完这条视频，你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可能会彻底刷新。我们先来看一个基本事实。2020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提到过一个数据，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这个数字当时引发了巨大的讨论，很多人不相信。但如果你仔细看中国的人口结构，就会理解。中国有大约14亿人口，1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加起来常住人口不到1亿，新1线和2线城市加起来大约3亿，剩下的10亿人生活在3线、4线、5线城市以及广大的县城和农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消费场景不是星巴克、盒马和 Lululemon， 而是蜜雪冰城、拼多多和乡镇集市。这不是贬低，这是事实。而淘宝从2015年左右开始做了一个战略选择，它开始追求消费升级，扶持天猫、品牌旗舰店，想对标京东往高端走。但真正关键的问题其实还没有出现。5环外这个词最早是投资人用来形容拼多多用户群的，意思是大城市白领视线之外的那群人。那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4线城市的普通家庭，夫妻2人加起来月收入可能5000到8000块，扣掉房贷，很多县城房贷也就1-2千，生活成本不高，但可支配收入也不高。他们的消费逻辑不是买最好的，而是买够用的、划算的。他们买一箱纸巾不会在意是不是维达、清风，他们在意的是同样能用，哪个更便宜。一双运动鞋不需要耐克、阿迪，能穿、舒服，不超过100块就行。这不是消费降级，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消费方式，只是以前没有人专门为他们做一个平台。再说一个场景，时间。县城和乡镇的很多人时间比钱多，他们愿意花20分钟拼团、砍价、玩游戏来省5块钱。这在1线城市白领看来不可理解，你的时间不值钱吗？但对他们来说，这5块钱就是很值。这就是拼多多读懂的第一件事。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被主流互联网忽略的消费群体。很多人不知道，中国有将近2000个县和县级市，这些县城承载了全国超过1半的人口。近10年来，县城经济其实在悄悄崛起，基础设施在改善，物流网络在下沉，智能手机在普及。2015年前后，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开始从1、2线城市向下渗透，3、4、5线城市成了新增用户的最大来源。这里有一个关键时间节点，2016到2018年。这段时间，微信支付通过春节红包在县城和农村地区大规模铺开， OPPO 和 vivo 靠线下门店让智能手机覆盖到了每一个乡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数以亿计的新用户第一次拥有了在手机上购物的能力。但问题是，他们打开淘宝，发现淘宝变了，首页推的是品牌，是旗舰店，是千人千面的算法推荐，越来越复杂。对于一个50岁的阿姨来说，她只想买一箱便宜的洗衣液，淘宝让她看得眼花缭乱。而这时候，拼多多出现了，但拼多多的打法远比你想的要巧妙。我们接着往下看，拼多多做对了3件事，每一件都精准打在了竞争对手的盲区上。第一，社交裂变。拼多多是第一个把电商和微信社交链深度绑定的平台。帮我砍一刀，你可能很烦这句话，但它的传播效率是惊人的。不需要花广告费去获取用户，用户自己就会拉用户。这在获客成本越来越高的2018年几乎是降维打击。第二，极致低价加极简体验。拼多多的页面设计非常简单，没有复杂的搜索筛选，首页直接推荐低价爆款，用户不用思考，打开就能买，这对下沉市场用户极度友好。第三， C2M 模式，消费者直连工厂。中国有大量的白牌工厂，他们给大品牌代工，质量过关，但没有品牌溢价。拼多多把这些工厂和消费者直接连接，砍掉中间商，一包同样品质的纸巾，品牌卖30块，
拼多多上可能只要9.9。这3件事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闭环，用社交获取海量低成本用户，用极简体验降低使用门槛，用 C2M 供应链提供极致性价比的商品。很多人以为拼多多只是便宜，但真实情况是，它重构了一整条从工厂到消费者的链路。现在我们回到大纲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拼多多的成功到底代表的是消费降级还是消费分级？答案是消费分级。我来做一个因果链推演，如果中国14亿人真的都在消费升级，第一步，所有人都会追求品牌和品质；第二步，低价白牌商品的市场会萎缩；第三步，拼多多这种平台应该活不下去。最终结果，拼多多不可能在2020年活跃买家数超过淘宝，但现实恰恰相反。根据财报数据，拼多多年度活跃买家在2020年底达到7.88亿，正是首次超过淘宝。这说明什么？说明消费升级只发生在一部分人身上，另一大部分人的需求之前根本就没有被满足。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消费市场，它是一个由多个层级组成的复杂结构。一线城市在喝精品咖啡的时候，县城青年在喝蜜雪冰城，两者没有高低之分，只是不同层级的真实需求。拼多多做的事情就是看见了这个分层，然后用最高效的方式去服务那个最大的群体。但真正让人意外的部分还在后面。最近几年，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越来越多一线城市的白领也开始用拼多多了。为什么？因为拼多多推出了100亿补贴，苹果手机、戴森吹风机、大牌护肤品，这些正品在拼多多上就是比其他平台便宜几百块。这说明拼多多的野心不只是下沉市场，它的策略是先用下沉市场起量，建立起供应链和规模优势，然后反过来向上渗透。而且它还有一个隐藏的武器 Temu。拼多多把在中国验证过的这套低价打法直接复制到了海外市场，在北美和欧洲迅速扩张。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商业世界里，看不起往往是最大的战略失误。当年淘宝看不上的市场，变成了拼多多崛起的根基。好，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今天的视频，第一，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消费市场，它有多个层级，10亿5环外人群的消费力被严重低估了。第二，拼多多的成功不是因为便宜，而是因为它用社交裂变、极简体验和 C2M 模式，精准匹配了一个被忽略的巨大市场。第三，所谓消费降级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更准确的表述是消费分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真实需求。我很好奇，你觉得今天这个话题里最反直觉的一点是什么？你身边有没有从看不起拼多多到偷偷用拼多多的人？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如果你喜欢这种用商业逻辑解读中国社会现象的内容，一定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硬核商业分析和社会观察。